13。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没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和江瑞听说有人在高级道受了伤，被送到这儿，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你跑来这里来找我？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我们吓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还好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哎，雷医生，哎呀，你们不要一直谢我。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关于手术，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啊，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操刀的是你们，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受伤的是我同事。是你们？哦，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这世界真小哈。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回头等凯文好了，一定登门道谢。不用了，他恢复健康就好。所以，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自己没事。我没事。那就好。雷主任、林医生，你们去换下衣服吧。哦，林医生，刚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你手机在响。好，我先去换衣服，你们等我一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对，没事就行。姐，我就说你想多了吧。那个滑雪板真的很吓人吗？不过林哥刚刚真的好酷啊，穿着那个手术衣，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以前本来就是很厉害的神经外科医生。干嘛转啊？做手术多帅啊！但不过他也真是的，也不跟你打个电话。哦，你电话没电了。江润，我们刚打车过来，用了多久？司机没带我们走高速50分钟吧？怎么了？妈，西光，小林妈妈回电话了，她说小林遇见有人受伤了，她判断是脑出血，怕人家出事，跟着去医院了。哦，我知道了。妈，
你知道盛阿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吗？这个我倒没问，不过她说下午一直在泡温泉按摩，所以没听到我的电话。那应该泡温泉之前就知道了吧？怎么了？没什么。我跟江瑞稍微晚一点回去。我们去外面等吧。哦。他们好像出去等你了。哦，谢谢。林医生，林医生，等一下，我刚才跟廖主任打了个电话，你跟他也说几句啊。好。来，廖主任，没想到会这样听到你的消息。于森，我之前的提议一直有效，相信那也是你老师所希望的。你真的不再考虑下？你看，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你不能再做手术了，就要离开医院吗？你还有经验，还有知识，你不能浪费这么多年所学的一切啊！我做不了手术了，那我谁都可以替代。林哥，你总算出来了。我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外面等，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啊，我的雪屋火锅。好。对面有家火锅店，我们到对面坐下说。行，热的就好。等一下，我有话问你。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对不起，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林哥，你完了！我第一次见我姐这么大气，这次是真的。妈，回来啦。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这是怎么了？有一句回忆，我是隐形的，才无法触碰你。不管将距离缩小到多近，想交千万次，然后分离。最后一个啦，放完我就回去了。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啦？师傅，麻烦掉头。姐，豪华晚餐我做好了，出来吃饭嘛。别嫌弃嘛，你泡面吃就不错了，谁让你这么生气跑回来？不然起码能在县里吃一顿。我不该生气吗？应该，但是好像也不用气成那样吧？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如果是我没说，你可能打我2下就完事了吧？起码不会这么委屈。委屈？是啊。我看你眼睛都红了，感觉都快要气哭了。姐，你对林哥比较严格的样子。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有点老土吧？好了，谢谢师傅。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姐，你等等！干嘛？干嘛？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啊！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没。怎么？
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我去哪里找？我帮你想想。哎呀，给我！我帮你想想。有了，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害你爸爸还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好，你等着，加油，姐姐最棒。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乱，是因为这个吗？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也不会跑的，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2块钱买我一支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
我没出息的姐姐啊。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回来了，病人怎么样了？有没有事？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怎么了？妈妈。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后来，我说服自己放下，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2个月，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遵循内心的旨意，去靠近、接近。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偶尔夜深人静，却又会责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善忘？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林雨森。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妈妈为你开心。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或许有没说清楚的地方。之前有些逃避，没有再问过。我想，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嗨，Vincent，你居然春节快乐！佳琪，你现在在哪儿？方便说话吗？我和朋友出国出海了。算了，你回国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有事问你。重要？没事，不算急，也没那么重要了。开开心心的旅游，
没想到搞成这样。凯文现在在 ICU，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事说，明天就去公司调资料，联系凯文的爸妈。凯文的手机我也拿着了，要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能接就能通知了。但是我记得他爸妈出国了，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回不来吧？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对，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等凯文爸妈过来再说。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我也能帮忙跑跑腿。这不好吧？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凯文在 ICU， 人多也没用，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就这样，明天你们回上海，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赶紧吃了回去吧。箱子你们明天帮凯文带回去吧，这些东西我带到医院。我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糟糕了，米娅，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早就看出来了，好不好？不一样。今天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能力，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发现他的底色是很善良，而且很有担当。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说人善良变得有点土，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难得的品质。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我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哎，庄。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你好，请问有伞吗？谢谢。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好像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
起来就好好吃。冰箱里有的东西，顺便做一下。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可以。酒店的东西吃了，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双哥，你也太厉害了！张阿姨不在的日子，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我解释了还拉肚。嘴上自己有东西，我看看。你怎么把我俩公司的事情说出来？这都不能说。当然不能说啊，影响本仙女的形象。方哥早就知道了这。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你也写过。林教练，哎，我帮你拿。谢谢。哎，来，你们上车吧。好，哎，你们好。你们好，哎，好，今天就蹭你们车了。哎呦，哪儿的话，一起去天池顺路的事儿。哎呀，谢谢。行李都拿上了啊。我们看完天池就直接去机场了，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好，谢谢啊。哎，谢谢。不客气。哎，走。好。全是雪，都看不到了。你这孩子，你就不会想象一下？来吧，我们拍照吧，许愿。来，3、2、1，茄子。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那我去买。去吧。嗯。哎，你凑什么热闹？立马，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吧。你这怎么？哎呀，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爸，
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啊，叔叔阿姨，阿姨，谢谢。细胞，谢谢。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好呀。小林，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结是结了，后来10倍还回去了。这是在告状呢。你给你薪水。你还拿回扣啊？哎呦，齁死了！我不是说你俩啊，我说这鸡蛋齁。各位，不好意思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坐车了。好，行，那咱们继续出发吧。走，走。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老骆，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听你的，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一路平安，谢谢。西瓜，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我全程招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谢谢阿姨。妈，你这是想跳过我？你要是不努力，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都来玩。对，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那我们走了，叔叔阿姨，再见。江瑞，下次我们再约。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哎呀，林教练，你快上车吧，再见再见。来了，我们走了。再见。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明天我们也要走了，今天晚上干点啥？回酒店也不早了，在哪儿随便逛逛，晚上也要收拾行李。我和我妈他们下午去雾凇漂流了，很好玩。你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滑雪，都没去啊？我妈和陆叔去过了，我可以下次去。庄经理，林总，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我也是。谢谢你，林总。应该的，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我赶飞机，先走了。一路平安。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
生气也没啥哟。艺术创作。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长白山。没事，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这次见了你妈妈，她身体怎么样啊？妈妈气色很好，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胖一点好，以前她就是太瘦了，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1指8，这怎么能行呢？我也这么说的，不过她不太满意，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这你得好好管管。我是一点都管不了她。也是，她那个脾气，谁管得了啊？啊，雨森呐，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我就不留你了。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下月的宴会，记得来参加。肯定不会忘。外公、玉树，我先走了。好，路上慢点。查清楚了，源头是博凯西府那边，他的亲戚在长白山遇到了胃癌，想法子传到您耳朵里。我就猜到了，哎，这么多年了，办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就会使那么一点小伎俩。唯爱离家这么多年了，还在忌惮他，到我这儿来上眼药，恨不得我死了，1分钱都不分给唯爱。也许他们是想让您知道唯爱平安的消息。这话你自己说了都不信。唯爱我有多久没见了？我都记不清了。一晃，雨森都长这么大了，他何其心狠呐！对老妇，对幼子，在唯爱的心里，最怪的恐怕还是他自己。他要是恨您，不会让雨森一直与您往来。我自己待会儿。前几天您受了刺激，心悸发作，还是早一点回屋吧。还有下个月初的宴会，您看是不是少请一些人？我担心对您身体是一个负担。没事儿，按原来的安排。我的身体，我有数。那宴会上，您还是带着星节出席。有时候，身居高位，你才能看清人性的底色。当他觉得胜券在握，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样子。大姐回国的事儿，是你传到巴尔多里的，简直多此一举。爸已经决定培养邢杰做接班人了，你还做那些小动作干什么？
难道你以为还能瞒过爸？要是你有出息，早20年我就不用做那些小动作了。女人要做小动作，还不是因为男人没用？不可理喻。你去哪儿？这年还没过完，你就忍不住了？聂成远来上海了，我去找聂成远。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别提了，家里头的事儿。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教书非要横生枝节，做些多余的事儿。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老爷子一向低调，这么大张旗鼓的，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大差不差，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呀，老爷子突然查账，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莫东的事件我跟你提过吧，都去双园好几年了，也被牵连了出来，后来直接进去了。这档口啊，我也不敢冒他。好事，老爷子反腐风暴，以后邢杰接手正好亲老实践。自己人都进去了，不说了。双远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2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全靠兄弟给你顶着。哎，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嘛，我这边再缓口气。哎，你们新派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能弄到钱，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你笑什么？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谁呀？我那大外甥林宇森，他去了双园，10月份就去了。你对双园也太不关心了。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他自请去的苏州，离开了集团，这不是好事儿。自请去的？你跟我的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上次问你又不说，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哼，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有点注意到他了。喝酒，喝酒。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园，我没太注意是谁。你去打听一下，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好的，倪总，等您没上班，我马上去查。等什么上班？立刻给我查。是。哎。陈远，我们逛完了，等你来吃饭啊。不吃了，直接回无锡。聂叔叔好。我真想跟你说，要不要回家吃？过年在外面吃多了，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我给你下碗面，煎个荷包蛋，弄点青菜。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
你得乖乖都试了。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做什么在上海买啊？搞这么麻烦？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我想帮你多挑挑啊。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大宴小宴的，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啊，对了，念媛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是用他自己赚的钱。他自己赚的？对啊，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赚了点小钱，一直说要谢谢你呢，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学到了点皮毛。你跟的哪个朋友？做什么生意？苏州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开厂的，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女孩子开小店蛮好的，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别乱花。我什么东西都有啊。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我根本认识不了，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孩子的一片心意，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回头寿宴一定带上。从念媛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很多赚钱的法子，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程远，以后要是有机会，多带带念媛，让他长长见识，多认识点人。怎么，念媛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我不想。我就这么一说，哪有这个意思啊？从小到大，就是你心眼多。不过啊，幸亏你心眼多，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不要紧的，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你也给念媛一些。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算什么样子？小家子气，丢了我的脸。你说的也是，念媛啊，她乖得很，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春节快乐！抱歉我来晚了。过年好。我过年的时候去长白山了，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啊？我跟家人一起去的。拜拜。好玩吗那边？挺好玩的，就是特别冷，零下20几度吧。哎，怎么说，小聂？林总对方案怎么看？我年前就把2个方案给林总了，对比了优缺点，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V 建筑。林总真有眼光。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比较粗糙，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预算？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就好。
你放心吧，林总高瞻远瞩，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而且他说了，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前景在哪儿，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我还说了什么？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我一琢磨，我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你这叫画饼。我这叫调动积极性，鼓舞士气。资金方面呢，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我决定都跑一跑，问一问，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好，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不行，你现在就说。你有拖延症，你之前说要借我书，到现在还没影呢。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我这次才带过来。好，我现在打。喂，陈总，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喂，童总，喂，吴总，任务完成。这就对了嘛，干嘛一会儿打呢？2分钟的事儿。谢谢老板，那我先去工作了。这么客气，不用送的。你看看外面，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那我就不知道了。